我的妈呀，这次的暴雨下的也太久了吧，我这刚开垦的农田已被引发洪涝给我淹了。熊市晚，朋友们好啊，终究是瞒不住了，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没落的王族，但从今天起我将要重建我的王国。大家好，我真是小熊，今天来玩一个挺老的但是很好玩的游戏，叫做王国与城堡。如果大家愿意继续看这个游戏的视频的话，就点点赞吧，点赞上万咱们就继续制作续集。选好游戏模式和难度，在游戏开始前我们需要挑选一片地图作为我们发展的土地。土地上需要注意的有3种资源，分别是树木、石头和铁矿。我们现在就挑选一块比较适合发展的土地。有些土地虽然看起来资源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地形太过于碎片化，不利于我们的城市规划。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岛屿地形的地图，岛上有3处集中的石材和1处铁矿，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开局发展。同时岸边还有丰富的鱼类资源，而且向南越过海峡还有2个小岛，咱们以后如果发展强大的话，还可以扩张过去占领新的领土。确定好了地图和旗帜，给国家起名为熊国。现在我们需要选个位置建造城堡作为我们的城市中心，我们就选在森林旁边几个矿点的中间位置，这样咱们初期的资源就不用发愁了。城堡里的顾问告诉我，我们需要修建道路和房屋来扩大人口容量，向东边的空地修建好道路和房屋，拉近看就可以看到这长得就离谱的市民。接下来指挥空闲的市民开始砍伐西边的树木，一方面是为了获取非常重要的木材资源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腾出发展空间，用砍伐来的木材在东面开垦4片农田。虽然我们现在有30点的食物储备，但是我们得早些准备过冬的粮食储备。但是我万没想到啊，我刚开垦到一半，画面就开始变白了，就开始下雪了吗？没想到冬天来得这么快啊，后面发展一定要把握好节奏，撑过第1个冬天。我们加紧砍伐树木，再扩建一些道路和住房，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口才只有5个人，花了半年的时间修建好了北边的道路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开采北边的石材来获取食料了。接下来继续砍伐西边的森林，一边砍一边用砍伐的木材来在空出的土地上修建西边的道路。不过就在这时，我发现突然下起的大雨好像已经连续下了几个月了，地面已经有很多处积水。这游戏是会有各种灾害的，比如这样一直下暴雨就有可能在田地里造成洪涝灾害，淹没作物。但好在这次没有，在西边扩张的土地上继续修建房屋，然后再建造一个果园，为人民提供水果食品。没错，这游戏竟然还得考虑人民的饮食均衡问题，比如我们后面还会捕鱼以及建造猪圈啥的。至此我们的城市已经初步成型了啊，但是在这座本就不大的小岛上却依然显得很渺小。接下来的发展我意识到我们的劳动力严重不足，所以得想办法提高人口，往南修建一条路，待会儿会用到，然后再继续修建西边的道路，因为西边有2处石材可以开采，有了充足的石料，我们才能建造更多的其他的建筑。在西边又多修建了一个采石场，接下来调快时间，加速发展，攒够了资源，我们现在修建一个城镇广场，就建在南边的道路旁边。这个城镇广场可以举办庆典，以此来提高人民幸福度，同时还能吸引新居民。接下来还有个需要注意的细节，水井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有了它就可以降低火灾风险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居民也可以打水救火。有了城镇广场后，我们很快就吸引了新居民。但是好家伙，我现在才达成小村庄的目标吗？好家伙，开始掌握统治之道。确实一共就20来个人，算我是个村庄已经很给面子了。这种游戏的乐趣啊，就是看着自己的城市一点一点建造起来，一次一次应对危机，会非常有成就感。哦对，说到危机，如果这期视频还有下期的话，我们得需要建造城墙、建塔之类的了，因为接下来很快就会有巨龙来袭，同时还会有其他的威胁。那么各位观众老爷们喜欢这个视频吗？如果希望小熊继续安排续集的话，就评论、收藏还有长按点赞3秒吧。OK， 这款游戏叫做《王国与城堡》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真是小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